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北京时间2024年11月30号，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喜添新兵，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完成了它的首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长征12号运载火箭。长征12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抓总负责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采用了无助推器的两级入轨的构型。火箭的高度是62米，直径是 3.8 米，起飞质量是433吨，200公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2吨，运载系数，也就是运载能力和火箭起飞质量的比值为 2.77%。这个比值高于同为中型运载火箭的长征7号的 2.5%， 却低于此前曾经作为它的竞争对手的长征10号火箭两级版的 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的一子级使用了4台 YF-100K 液氧煤油发动机，单发推力是 127.6 吨，最大的总推力是510吨。而这个 YF-100K 发动机同时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长征10号一子级所使用的发动机。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航天就可以利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为长征10号的研制积累设计经验。说到二子级发动机，长征12的二子级使用了2台 YF-115 液氧煤油发动机，总推力达到了36吨。长征12的整流罩的直径可以根据载荷的不同，有 5.2 米和 4.2 米两种不同的尺寸。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长征12号的200公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12吨，这就使得它成为中国现役起飞质量最大、低轨运载能力最强的单星级运载火箭。长征12其实是2006年上海的航天8院拿出来和北京航天1院，也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竞标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火箭方案代号。两个研究院的新火箭的一子级都使用了 YF-100 系列发动机，区别在于1院的新火箭使用了5米直径加3星级并联，并且在每个星级上安装了7台发动机的设计方案，而8月的新火箭采用了 3.8 米直径加5星级并联，并在每个星级上安装4台发动机的设计方案。后来1院的火箭在方案竞标中获胜，成了后来的载人登月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而8院的火箭竞标失败，从此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然而8院其实没有完全放弃，他们把手里的研究成果整合，并将竞标火箭的5星级并联改成了单星级构型，就形成了一款新型的中型火箭，也就是后来的长征12号运载火箭。这款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和航天医院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类似，却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由于有前面竞标火箭的基础，长征12号运载火箭可以很容易地发展出一系列产品，覆盖不同的质量载荷范围。就比如单星级火箭可以覆盖一个载荷质量范围，并联2个星级形成的3星级构型火箭就又可以覆盖一个质量载荷范围，而并联4个星级形成5星级的构型火箭还可以再覆盖一个质量载荷范围。通过这种构型的变化，长征12系列运载火箭的载荷质量范围可以覆盖从猎鹰9号到重型猎鹰的质量载荷范围。不过由于中国特色，在一开始光杆的长征12还不叫做长征12，在拿到正式的国家代号之前，8院一直把它命名为 XLV。 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自从竞标失败之后，长征12号的研发就是由8院自己主导的，研发的目的也转变为主要面向商业航天市场。应该说，上海航天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不管是在现在的长征12还是以前的长征4号，上海航天都是靠着自己不断的坚持，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今年年初， XLV 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国家火箭的代号，也就是长征12，这也算是对不懈努力的上海航天人的一种奖励吧。时间到了今年2月，长征12运载火箭的各项研制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本来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就完成首飞，
但在今年6月，由于种种原因，长征12号的首飞日期被推迟到了8月。2024年7月15号，长征12号运载火箭的核链试验舰前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2号工位，完成发射场的核链工作。但奇怪的是，完成核链任务后的核链舰却随意地被放置在了路边，最终在台风摩羯过境的时候被摧毁了。8月12号，长征12号的首飞舰前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2号发射工位，该工位是专门为商业航天发射配套的液体火箭发射工位，可以适配直径 3.35 米、3.8米、4.2米、4.5米和5米的火箭。未来将在这里发射的火箭包括但不限于航天8院的长征12号运载火箭、星际荣耀的双曲线3号运载火箭、天兵科技的天龙3号运载火箭、深蓝航天的星月2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建元科技的原行者1号运载火箭、中科宇航的利剑2号运载火箭等，超过9家公司19款各型运载火箭。在长征12号的核链舰到达现场2天后，就完成了起束核链工作。在此次核链中，大家发现火箭和发射塔架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8月20号，首飞舰返回了距离2号发射工位不远的总装厂房。看来首飞又要被推迟了。但不幸的是，就在大家全力以赴地处理问题的这段时间里，台风摩羯来了。台风对发射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9月6号，17级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给商业航天发射场带来了一记重击。台风过境之后，商业航天发射场内的所有建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连测控中心的显示大屏幕都需要更换。就这样，大风过后的各种修理工作一直持续到了9月下旬。到9月底，2号发射工位终于基本恢复了执行发射任务的能力。10月上旬，长征12号再次前往2号发射工位树立，并在10月14号完成了加注核链。但后来由于天气原因，长征12号的首飞舰被迫再次返回总装测试厂房。就这样，长征12号的首飞日期因为种种原因被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将发射时间确定到了11月30号。11月30号，发射日期终于到来，长征12号的遥1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发射工位成功首飞，这也就标志着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喜添新丁。接下来，再让咱们看看长征12号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改进型号。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在长征12号发展成熟之后，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当初多星级并联的构型。但其实对于长征12号运载火箭，大家更关心的可能是它的可回收构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质疑，长征12号运载火箭的一子级使用了4台发动机，而且发动机的推力调节范围比较小，只能够在 65% 到 105% 这个范围内进行调节。这样小的调节范围，再加上4级并联，怎么能实现一子级的回收呢？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具备一子级回收能力的长征12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它的一子级安装的并不是现在的4台 YF100K 发动机，而是使用了7台由民营的火箭发动机公司九州云舰提供的云龙液氧甲烷发动机。据说一子级可回收的长征12号运载火箭，也就是8院在此前一直宣传的4米级液氧甲烷可回收火箭，8院将其称为长征12号 B。 大家要注意，在这里说的4米级火箭，并不是说火箭的直径是4米，火箭的直径还是 3.8 米。听到这儿，可能又有朋友感到奇怪了，这个火箭发动机也换了，燃料也换了，里里外外都换了一个遍，这跟重新研制一款新火箭还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还要挂着长征12这个名字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挂着一个国家运载火箭的代号有多么重要。只要有这个 title 在，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所以八院是绝对不会随意放弃这个代号的。到目前，长征12的可回收构型的研制工作已经开始。今年6月23号，由八院研制的 3.8 米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实验舰首次进行了10公里级别的蚂蚱跳实验。这次实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此次试飞的实验舰上，八院安装了3台云龙发动机，试验舰最高上升到大约12公里的高度，然后火箭受控下降，在距地大约50米的高处，4条着陆腿开始展开，随后火箭缓缓的下降，实现了定点垂直软着陆。明年八院的研制团队还将展开75公里级的蚂蚱跳实验。如果此项实验也得到顺利完成，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长征12号可回收构型火箭的发射和回收工作了。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时刻还是能够早日到来。介绍完了火箭的总体情况，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长征12的一子级发动机 YF-100K。YF-100K 是由航天科技集团第6研究院在其研发的 YF-100 发动机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新款发动机。YF-100 是一款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从上世纪末就开始研制，后来应用在长征6号和长征6号甲火箭的新级、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新级和助推器，以及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上。YF-100 的单发推力是125吨，比冲在300秒左右。作为一款较为成熟的发动机， YF-100 衍生出了很多的型号，包括但不限于 YF-100J、100K、100L 和 100M 等。这些改进型的发动机的推力都在 127.5 吨左右，比原型的 YF-100 稍微大了一点，但比冲仍然是在300秒左右。在矢量喷管上， YF-100 的喷管具有在2个方向上正负6度的双向摆动能力，而 YF-100J 的喷管则只有单方向的摆动能力。安装在长征10号和长征12号一子级上的 YF-100K 发动机的喷管具有在2个方向上正负8度的双向摆动能力，而 YF-100L 的喷管没有摆动能力。YF-100M 我们则可以把它看成是 YF-100K 发动机的真空版，所以被用在了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2子级上。未来 YF-100 系列发动机很可能会在中国的运载火箭上有更广泛的应用。说完了一子级使用的发动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长征12号2子级所使用的 YF-115 发动机。YF-115 是一款高压补燃负氧循环发动机，也是中国研制的第一种液氧煤油发动机。只不过由于研制时间比较早，再加上当时的研制经验不足，技术不是很成熟，性能也是差强人意。YF-100 的真空推力只有18吨，比冲也只有342秒，比起后来的 YF-100M 的150吨和350秒就要差了不少。YF-115 也被安装到了多款火箭的2子级上，包括长征6号、长征6号甲、长征7号、长征7号甲等，而长征12的2子级使用的也是 YF-115。要知道，凡是使用了 YF-115 系列发动机的火箭，性能都会受到严重的拖累。未来，随着 YF-100 等新一代2级火箭发动机的发展成熟，火箭的2子级也会有更多的发动机可供选择。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一天早日到来。好，关于长征12号运载火箭，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往后我会继续关注长征12号的后续发展，并及时向大家做出汇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完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